在哪一瞬间觉得熟悉的人突然变得陌生？我表弟放寒假了却一直拒绝回家。我把这事儿发在网上，结果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劲。当初的在网上问题已经违规遭删除了，幸好复制了一部分下来，我尽量还原经过。这个内容不知道还能存在多久，求求大家帮我看看。我现在都分不清身边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人类了。1月11日14点22分，我在网上提问：你有没有一瞬间觉得熟悉的人突然变得陌生？我有个表弟，今年大2，前些天考完最后一门考试，7号晚上给我打电话说要来我家玩。他在武汉上大学，我们一家也在武汉，他家在长沙。虽然长大后不咋熟，但亲戚之间的照应，我就答应了。他当晚就从学校收拾东西来了，一住就是4天。可我爸妈去北京旅游了，我又是全职网文作家，寒假正是赶稿子冲业绩的时候，哪有时间管他？而且一男一女待着挺尴尬，我就委婉劝他回家，他却说不回去了，要给我住宿费，在我家过年。我以为他跟姑姑姑父吵架了，就偷偷给姑姑打电话，姑姑却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事儿，还让我别留他，叫他赶紧回家。我再去问表弟，他反问我：圆圆姐，你有没有一瞬间觉得熟悉的人突然变得很陌生？我不知咋回，他拿出手机打开一张截图，是他和姑姑的视频通话截图，这里面应该是我妈，但我跟他视频的时候总觉得有种说不出来的奇怪感觉，我感觉他不是原来那个人了。表弟从小胆子大，小学就敢一个人看僵尸片，进鬼屋都不跑，可这几天住客房，他整晚不敢关灯，洗澡也只敢下午洗。我看了半天截图也没觉得有啥不对劲，可表弟严肃的表情不像开玩笑。我把原图放这儿，大家帮我看看。1月11日最新回答1，25一定是研究生，过年都不回家，你弟大概率是要挂科了。1月11日最新回答2，看脸日记，这图片给我一种面具感，图里的女人眼黑向下，眼白露出太多，是300眼显胸，平时可以带大直径美瞳，画粗眼线改善，虽然嘴角向上，但眉眼下细纹和鱼尾纹，鼻子和卧蚕以下像打了玻尿酸，眉皮肉拉扯变化，产品没选对，它就像表面微笑的俯视你，给人提线木偶的呆滞感。关注看脸日记，带你不留痕动脸。1月12日最新回答1，睡不着，你弟弟的感觉有可能是真的。我小时候遇见过跟我妈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妈是学校语文老师，那天我妈说要留在学校开会，让我跟住同一栋楼的小孩一起回家，去他们家等她。从学校到小区就10分钟路程。我和朋友刚回他们家，打开电视坐上沙发，门铃就响了，开门一看是我妈，我就纳闷，我妈开会少说半小时，咋这么快回来？可门外站的确实是那个人，一样的衣服，一样的脸，但就是感觉怪怪的，又说不上来。我想开口问，他瞪着我，冷冷地说回家了。朋友家住1楼，我们家住5楼，我跟在他后面上楼，快到3楼的时候，我裙子纽扣掉了，滚到2楼楼梯间，我跟他说我要下去捡，他没回话，在楼梯扶手空隙那儿看着我，那阴冷的眼神把我吓得不轻。我刚跑下去，朋友就找来了，结结巴巴地说我妈打电话来了。我再一抬头，楼梯空隙间的脸不见了，我赶紧去接电话，电话里是熟悉的声音，妈妈说她开会还得一会儿，让我在朋友家吃饭。可如果我妈还在学校开会，那刚才那个女人是谁？见到我妈后，我和她说了这事，朋友也作证，没多久我们一家就搬走了。后来我问朋友当时有没有看出那个女人的古怪，他摇头说完全分辨不出来。我觉得只有最熟悉的人才会有这种感觉。根据题主的描述，视频里的也许真的不是他妈妈。热门评论：小白怎么有个写恐怖文的呀？拖出去，睡不着。作者回复小白，信不信随你。1月12日最新回答2，我不是 AI。弟弟的爸爸有觉得古怪吗？或者说他才应该是最开始觉得古怪的。如果是单亲家庭，那当我没说。1月12日最新回答3，村头王瞎子。题主能否放一小段视频出来看看？单凭照片看不出来什么。我应网友要求，把知乎上的回答拿给表弟看，他对我把这事放网上不意外，也不生气，大概是想赶紧解决问题。他同意再和他妈打一次视频，并录屏发出来。这次他打给了他爸，我站在表弟侧边，能看到手机屏幕，又不会出镜，铃声响2秒就被接通，手机里传来姑父的声音。一开始只能看到姑父半张大脸在屏幕前，因为他不熟悉视频操作。朗朗还没考完试吗？家里水果零食都给你买好了。我和陈朗对视一眼，他明明早就跟姑姑说考完试了，我也跟姑姑打过电话，可姑父似乎不知道。陈朗轻咳一声，咽咽口水回道，先不着急，爸，那个你最近有没有觉得老妈有什么不对劲的？啥意思？要有不对劲的也是你，1个星期才给家里打个电话，你妈说等你回来要请你吃棍子烧肉。姑父玩笑似的要打他，哎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还有学校的实践作业没做完，做完了我会回来的。我是说你有没有觉得老妈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？姑父还是莫名其妙的表情，换个意思。陈朗正要继续说，我注意到姑父身后的门无声的开了1指宽，我用眼神示意陈朗，屏幕里2人沉默时，门被推开了，姑姑带着和截图里一样的微笑接过姑父手里的手机，朗朗回家。姑姑嘴角上扬，黑漆漆的瞳孔悬在眼白下半区。老妈，是你吗？陈朗声音明显颤抖，听话回家。姑姑表情毫无变化，行行行，我会回来的。陈朗草草敷衍几句，很快挂断视频。他把手机扔到床上，耷拉着脑袋撇嘴道，这下你能懂我的感觉了吧？我做
坐在床边抿了一口咖啡，并不能。小老弟，你就没有怕过你妈吗？如果我有个儿子放假10几天在外面赖着不回家，我也会是这副语气。这不一样。陈朗长吁一口气，倒在床上，这种感觉就像是我知道你是你，但却不是真正的你。好吧，既然你能有所察觉，一定有某种显性的诱因吧？我还不能确定。或许你知道恐怖谷效应吗？那些东西像人，但又不是人。我点点头，一边拿他手机接入电脑，一边暗自琢磨，恐怖谷效应的对象一般是人眼能分辨出的高度像人的假体。可若是一个活人，那不就是人类吗？像他又不是他，难道是肉体像，精神变了？可为啥只有陈朗能发觉，姑父和我却不行呢？我重新编辑提问页面，把视频最后30多秒截取发出去。1月13日，高赞回答1，卖显微镜的。看了 Topic 的视频，我觉得这问题很明显。正常人每分钟眨15到20次眼睛，可这女人30秒视频里只眨了2次眼睛。热门评论 ABC， 我半天都没看出来，你是真显微镜。云中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觉得他呼吸节奏也很慢。1月13日，高赞回答2，黑色气泡水 Topic， 我想起外网2020年一个新闻，跟你这经历有点像。有个叫裘斯的男人参加瓜分100万奖金的荒野求生节目，这节目都拍到第4季了。他在北极待了1个月，熬过其他9个人。被摄制组接回家那晚，他举着摄像机想拍妻子女儿的反应。走到家门口，屋里灯都关着，他以为妻子要准备惊喜，就借着窗户透进来的光往里走。快到卧室时，客厅灯突然亮了，他回头看到妻子躲在刚走过的玻璃展台后面，以诡异姿势弯着腰，只探出上半身看他。裘斯叫他名字，女人一动不动，嘴巴模糊开合，发出干瘪声音：“你回来了呀。”裘斯靠近妻子还有1米距离时，画面剧烈抖动，他连连后退几步，说：“你是谁？”然后他就关了摄像头，画面戛然而止。这段视频后来被媒体放出来，但可能设备问题，大部分画面花屏、虚焦，相对完整的是他回家第2天被采访的视频。没过2天，邻居发现裘斯的妻子劳拉惨死家中，裘斯和他女儿带着秘密消失了。虽说没头没尾，但这是铁定不简单。更详细的你可以自己去外网搜，希望能帮到你。热门评论某某，他是到底是什么？能不能把话说完？海外人士，这是当时确实闹得凶，最关键是裘斯失踪了，他要是找片林子不回来，那就彻底成悬案了。我没名字回复海外人士，有后续的，警方查到他飞去中国的航班了，据说是有亲戚在这边，真要去当野人了，也是在咱中国林子。1月13日，高赞回答3，米汤问一下弟弟，如果打视频时觉得妈妈不对劲，那只看照片呢？如果看照片没异常，说明是妈妈动态行为让他不适；如果只看照片都不对，也许他认为难以言表的区别其实很表面。热门评论朗赖，我试了一下，只看照片也不太对劲。米汤回复朗赖，和你妈妈之前照片或者视频对比一下呢？朗赖回复米汤，我试过，可能是对我妈的脸太熟悉了，我实在看不太出来。我把我妈之前的图片放这，大家帮我瞅瞅。1月13日20点25分，我上传了一张图片。1月14日，高赞回答1，工藤 Topic， 你让你弟把视频截图镜像翻转一下再看看。我刚把2张图并一起看，发现2张脸有点不一样，截图里的下巴好像比新发的图歪了一点，然后我把截图镜像了一下，2张脸就一样了。我起初以为打视频用前置摄像头，所以看到的人脸是镜像的，但我跟朋友试验了一下，发现 A 跟 B 打视频时 ，A 自己手机的画面是 A 的镜像和 B 的非镜像。你们可以自己试试，跟别人打视频时，你用前置摄像头，所以在自己手机里的画面是自己的镜像，但上传到对方手机里时，画面会自动镜像翻转，你在对方手机里的画面就是他平时面对面看到你的样子，不是镜像的你。也就是说，现实中在背景、衣服都没镜像的情况下，他妈妈的脸被镜像了。总是照镜子的人习惯镜子里的自己，对后置拍照就看不习惯，而总是见面的人习惯眼中的对方，看到镜像的对方才会觉得奇怪。热门评论5月，感觉要长脑子了，那原来的妈妈呢？被替代了吗？散散，我觉得这也能解释为啥儿子能觉察出不对，而爸爸却不行。就跟长个子一样，每天见面的人不会怀疑身边人突然变了，非得是很熟悉但又有段时间没见面的人，因为脑袋里一直回忆的都是对方正脸，看到镜像脸才会觉得奇怪。小杨哥，我小时候有几个瞬间觉得我爸很吓人。1月14日，高赞回答2，极乐，刚看了工藤的分析，这玩意好像是伟人。之前有个伪纪录片讲曼德拉县被一种能模仿人类的生物伟人入侵，这种生物会模仿并干掉一个人类，伪装成此人样子，代替原主继续生活。他对人类有很强恶意，会通过精神或物理攻击杀掉原主和身边的人。这故事我一直以为只是都市传说，没想到是真的。据说长得越诡异、越容易识别的伟人，往往越低级。Topic 这边情况好像有点严重了，我估计他妈妈很可能已经。热门评论188，我想冲出去问我爸妈还是不是他们，好怕他们突然冲进来把我杀了。图图妈，打住，别急着咒人家呀，伟人会杀人代替，也只是猜想不是吗？1月14日，最新回答1，前行者，顶我上去，我妈是伟人，急，我爸前2天出差了，现在就我跟我妈2个人在家。放寒假后，我每天吃了睡了吃，我妈竟然忍了5天都没骂我，我早就觉得
不对劲了。看到回答后，马上去检查，趁着给我妈按摩，发现我妈锁骨那的手术疤不见了。我现在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，兄弟们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要赶紧收拾东西跑路吗？或者谁能收留一下我？热门评论：天元，先别急，不要报警，报警没用。13×33打这个电话，这是全球异常生物调查局的号，可以交给他们处理。前行者回复天元，打了，他们说正在给我分配人手了，让我待着别动。天元回复前行者，不要出去，等待。前行者回复天元，我的伟人妈一开始一直重复着几句话，叫我出去吃饭，持续了半个多小时，我都没答应。现在外面已经没有动静了。前行者回复天元，已经3个多小时了，他们什么时候来啊？我催了几次，他们都说在救援路上了，半个小时又半个小时，没完了。前行者回复天元，大哥，你要在线的话，求求回我一下，您是不是认识调查局的呀？森回复天元，这家伙来诓人的吧？我的建议是赶紧报警。前行者回复森，1个小时前就打过了，都是一样的回复，一直在路上。前行者，他在窗户外面，我没锁窗。青雀回复前行者，快跑，不要跟他接触。样回复前行者，哥们你住几楼？前行者回复样5，我靠门被堵了。青雀回复前行者，现在怎么样了？跑出来了吗？样回复前行者，哥们你还在吗？玉隐回复前行者，10分钟过去了。前行者回复样，谢谢你，我逃出来了，我安全。下午3点，看完回答后，我和陈朗决定行动起来。确认陈朗妈妈是伟人后，陈朗赶紧给他爸打电话，为防伟人察觉，威胁到他爸安全。陈朗在电话里说自己在回家路上，嘴馋老师傅点心局的提子麻薯，他爸二话不说就出门了。他们40岁才生陈朗，老来得子，对这小屁孩格外宠爱。等他爸出门后，陈朗把知乎问题下的截图发给他，还把我们的猜测全告诉他。姑父虽有点不信，但在陈朗以不考驾照的事威胁下，很快答应晚上回陈朗爷爷家照顾老人。家里的危机暂时解除。综合网友信息，伟人现象开始蔓延，但有几个问题不确定。第一，伟人从哪来？我在网上搜伟人相关内容，除了人为拍摄制作的伪纪录片和伟人妆容恶搞，伟人的来源根本找不到。第二，伟人通过啥方式代替人类，或者说是一个人变成伟人，还是凭空出现一个伟人？这关系到原主是否存活。要是一开始就有2个人，没见到原主尸体，就还有存活可能。第三，发现伟人后我们能咋办？前行者发完最后一条评论后，我们又试着联系他，没得到回应。账号10分钟后显示已注销，唯一线索是个湖南 IP。前行者恐怕凶多吉少，看来伟人知道自己被识别，就会主动攻击人类，但攻击和防御能力还不知道，我们能做的只有远离。姐，我在想要不要回去看看。前几天我只想着自己会不会有危险，却忘了我妈。陈朗重重呼了口气，才让声音不那么颤抖。他应该还活着吧？其实1月11日他第一次拿出截图时，就开始纠结要不要回去。我一直建议他优先保护自己，不要回去。既然觉察出异常，就该尽力避开风险，让有能力的人去解决问题。如果是你妈妈，她也会这么想。现在还不至于走投无路，如果能找出伟人的弱点，就有办法破解。我根据黑色气泡水给的信息找到裘斯的新闻。第一段视频里，裘斯问出 Who are you 时，音量突然提高，带着难以置信和恐惧。陈朗提议打异常生物调查局的电话，手机多了3声就接通了。您好，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收到，请提供您的详细地址。收到，请待在家中，关闭门窗，我们会尽快分配调查员前往。毕竟远水难救近火，我们只能等调查局的消息。而后，我把这一天的思考和行动内容发在问题页面。1月15日，高赞回答1，匿名用户，伟人分辨方法：第一，看其行动及表情是否僵硬；第二，看其外观是否为原主镜像；第三，看其是否一直盯着你，是否让你感到不安。如果你所在地区被伟人入侵，待在家里，锁好门窗，别信任何电话或网络信息。这些生物很会用心理战加害人类，别在他们面前暴露恐惧，不然他们更容易攻破你的心理防线。要是不幸有伟人闯进你家，躲起来，确保跟他没任何物理或语言接触。1月15日，高赞回答2，龙仔妈，我遇到她了，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，昨晚就在我家阳台。昨晚老公夜班，小孩哄睡了，我去阳台晾衣服。我们家在3楼，阳台挨着一棵大榉树。那时我听到树叶子响，探头一看，有个跟我穿一样衣服的女人蹲在阳台侧边空调外机上，歪着头对我笑。我以为是小偷，赶紧跑回去把窗户反锁了，给老公打电话让他回来。没一会儿，窗户外面没动静了，我喊口气想再去窗边检查，结果那个女人站在楼下路灯那看着我。等老公回来，他又不知啥时候没影了。还好是公司分的房子，搬家货车来了，这几天回娘家住也不出门了，真是把我吓怕了。我现在都不敢照镜子。热门评论：天元，先别急，不要报警，报警没用。13×33打这个电话，这是全球异常生物调查局的号，可以交给他们处理。静静，现在江西也有了吗？1月15日，最新回答1，年年有余。注意，调查局已被入侵，调查局已被入侵，调查局已被入侵。我是调查局前接线员。1周前，我们收到上级发来的指导文件，对于被伟人袭击的人，不要帮他，不管他喊得多么大声惊恐，我们都得说还在救援路上，还要再等等。指导文件已被下放，各位别信任何电话。1月15日，最新回答2，
飞龙在天，第一，我不是伟人；第二，我是广东人，伟人应该还没扩散过来。我把回答全翻了一遍，来理理。伟人与原主是两种生物，会在原主不在时，以原主身份接近熟人，还会试图杀死原主和身边的人。这几起事件有2个共同点，都是女伟人，且多次出现回家一词。初步推测，伟人会通过语言进行精神污染，回家可能是某种信号，或者是对熟人的召唤。需要思考的是，为啥到现在还没男伟人出现？热门评论：破特头，还有不只是女人，她们都是母亲。朕回复破特头，真的是，一般也只有妈妈的角色会常说回家。我觉得关键不是回家这2个字，而是身份吧。但这能意味着啥？飞龙在天，也许伟人要利用母亲的身份，就像有的寄生虫会有选择性的找健康宿主，这能帮他们迅速繁衍扩张。工藤回复飞龙在天，合理。我刚问了妇产科朋友，母亲角色与未怀胎女性最大的区别在于子宫变化。孕前子宫只有鸡蛋大小，但分娩时子宫长度与宽度能增长到6倍大，即使产后几年重新恢复到鸡蛋大小，伸缩强度也远强于未分娩过的子宫。工藤回复飞龙在天，在现阶段，母亲角色显然对伟人更有利。1月15日最新回答3，某户用户147B，不要再传播恐惧。这些回答全部都是假的，伟人根本不存在，不用恐慌。1月15日最新回答4，某户用户404，已举报，以上只是猜想，城市非常安全。Topic， 请不要制造恐慌。1月15日21点08分，内容违规处理通知，我的提问被删除。1月15日21点18分，账号违规处理通知，我的账号由于存在异常行为，暂时被限制使用，我被封号了。沙发上，我和陈朗对视着，看来知乎的后台也被入侵了。陈朗用他的账号在几个热点问题下发回答，提醒大家小心伟人。可直到半夜12点，5个回答的浏览量总共才不到200。在未知生物的压迫下，我几乎一夜没睡。第二天早上7点，我收到爸爸消息，他们订了早上9点从北京回武汉的机票，12点左右到家。我担心妈妈有危险，一路上一直给爸爸发消息，让他注意安全，别跟妈妈走散。他们下飞机坐上出租车时，我还打了视频，妈妈没异常，太阳穴右边的痣还在右边。临近正午，我和陈朗一起做了4个菜等他们回来。门外传来钥匙声，看到妈妈那一刻，我悬着的心才放下。你们去洗手吧，菜都还热着呢。我反锁大门，接过爸妈的行李箱放一边。爸爸换上拖鞋就凑到餐桌，闻陈朗做的肉末茄子，简单寒暄几句，说他们去房间换衣服。这时饭桌上的手机震动，屏幕显示妈咪。我接电话，听到妈妈的声音，圆圆，楼下超市草莓打折，你还有没有什么要吃的零食啊？我冷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。姐，你快来。陈朗不知啥时候跑进客房，响亮的声音打断我的思绪。房间里衣服裤子随意搭在椅子上，陈朗坐在床上摆弄电脑，他把屏幕转向我，里面播放着裘丝的第一段视频，画面暂停在刚看到劳拉那一刻。怎么了吗？我关上门，对他惊恐的表情有点不解。他把亮度调到最高，把定格画面的右下角放大，玻璃展台斜后方有一小片阴影。这个视频我们看了很多遍，视线一直放在劳拉身上。我昨天晚上看这个视频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刚刚我回房间开窗帘，电脑亮度自动调到最亮。看到这个黑影了吗？劳拉的影子在左边，那右边这一团阴影是什么？陈朗用手在屏幕上比划，音量却不自觉地越来越低。就在这时，屏幕上弹出一条私信消息：无名未成型的伪人胎。几乎同时，我们意识到被监听了。我抬下巴，示意陈朗先回复。朗 line， 你是无名裘丝，你的家已经不安全了，记住，他们的弱点是子宫。我的心猛地一颤，对面竟然是那个杀了妻子又逃亡4年的外国人。可伟人的弱点，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想到这儿，我扭头问陈朗，新闻里劳拉被刀刺中的部位是腹部吗？陈朗点点头。子宫伪人胎，伟人靠女性子宫孕育后代，弱点往往藏在强项里，所以毁掉子宫能杀死伟人。从当年的经过看，裘丝早就发现了这点，他知道家里的劳拉不是人类，所以对伟人发起攻击。陈朗意识到能直接说话交流，困惑道：可屋子里的妈妈不是镜像的呀，为啥说不安全？对话框顶端显示输入中，省略号波动几秒，弹出一大段话：进化。伟人几十年前就出现过，当初的伟人只是面部扭曲的低级类人生物，一眼就能认出来，对人类造不成啥威胁。近几年，伟人迅速进化，五官和行为跟人类越来越像，越来越难区分。单凭镜像这一个特点很难判断。人皮是镜像的，但皮上的特征能伪装。我顿觉后背一阵寒意。要是伟人学会伪装皮肉特征，除了痣、伤疤这些明显外观特征，想用肉眼对比伟人和原主就太难了。要是再适应人类生活习惯，就更糟了。我突然想到，刚刚打电话过来，在楼下买水果的可能才是妈妈，而我关在屋子里的或许才是伟人。在高级伟人面前，那些表面的分辨手段都没用了。不管哪个是真的，至少我妈妈目前是安全的。我在理解这段话时，没注意陈朗的情绪变化，回过神来，只听见他一拳头砸在椅子上，沉着嗓子道：你既然早就发现伟人的存在，为啥不早点说出来？要是我知道了，我妈也不会。省
省略号持续波动，却只等来短短一句话：我有一个女儿，梦圆、陈朗出来吃饭了。谈话被门外爸爸的声音终止。好，马上，我和陈朗默契的回应，不管屋子里的是不是伟人，我们都得装作没发现异常。我故作淡定道：你先出去，我把电脑里的对话拍下来。陈朗嗯了一声，自然的走出去。梦圆出来吃饭了，妈妈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来了来了。就在我合上电脑刚要起身时，门外传来一阵不属于家里任何人的怪笑声。嘿嘿，我都听到了哦。朝外虚掩着的门被猛地关上，锁门。陈朗大叫，我反锁房门，耳朵贴在门边，却不知咋办，只听见外面锅碗瓢盆砸了一地。5分钟后彻底安静了。陈朗，陈朗，连叫几声都没回应。等我走回床边，看到门下边的缝隙处悬着2只漆黑空洞的眼睛，一只是左眼，一只是右眼。以上是我整理的这些天的经历，我现在完全分不清身边的人是不是真的人类了。这内容不知道还能存在多久，求大家帮我看看，我该咋办？如果可以，请帮我呼叫人类救援。2更，我靠着房间里的红薯片和板栗撑了2天半，身体开始缺水了。他们轮流守在门缝下监视我，我拿毛巾把门缝堵上了。外面好久没动静了，伟人应该也需要休息吧？我想找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出去看看，哪怕这是冒险。番外，求斯笔记2020年9月11日，我从北极回来，发现劳拉异常，比如妆容比以前夸张，说话结巴，就像变了个人。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长时间野外独居引发的精神障碍，但接触1晚上后，我确定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劳拉，她不是原来的她。我质问她，真正的劳拉在哪？她摸着微微鼓起的肚子不说话。2020年9月12日，节目组找我采访。2020年9月13日凌晨3点，我发现假劳拉在院子里埋真劳拉的尸体。我用刀捅进假劳拉腹部，流出来的不是血，是黑色粘稠的不知名液体。2020年9月14日，我托航空公司朋友带着3岁的女儿和真劳拉的尸体去中国。2020年9月27日，假劳拉的尸体被警方发现，警方持续追踪我的信息，疑点尸体异常状态没被报道。2021年3月1日期间一切正常。2021年6月1日期间一切正常。2021年9月1日期间一切正常。女儿4岁了。2021年12月1日，我在国外论坛发现一种叫伟人的生物，描述跟假劳拉很像，暂定为生物入侵事件。2022年2月6日，伟人肚子里的黑水是伟人胎，伟人要找宿主模仿，未成型前不能见人，所以需要母体子宫庇护。2022年3月1日，国外平台有关伟人的内容全被删除。2022年6月1日，国内论坛出现低级伟人事件，能通过外观辨认，对人类威胁小，被全球异常生物调查局关注。2022年9月1日，国内伟人事件发生频率低，仅统计社交媒体可见频率，3个月一起，处于安全水平。2022年12月1日，安全水平。2023年3月1日，安全水平。2023年6月1日，安全水平。2023年9月1日，华中地区伟人事件发生频率高达3起，数据异常，通知调查局。2023年12月1日，华中地区伟人事件发生频率高达7起，集中在湖南区域，数据异常，通知调查局。2024年1月13日，伟人讨论热度激增，为了人类安全，我或许该借着热度匿名公开已知信息，这样不至于被单独审查账号。虽然这也阻止不了啥。求斯，记住，我还有个女儿，不能冒险。全球异常生物调查局已被入侵。2024年1月15日傍晚6点，知乎回答中出现伟人用户。2024年1月15日晚上9点，高热度问题被系统删除，伟人已入侵系统，他们可能会通过回答改善伪装方式。2024年1月16日凌晨1点，国内平台有关伟人的内容全被删除。我不能暴露身份，但可以借别人身份发声。2024年1月16日早上8点，伟人的学习能力惊人，仅1个晚上，他们就开始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进化扩张。2024年1月18日，他们数量庞大到不需要依赖母体子宫了，远离人类，我和女儿才有一线生机。人类，祝好运。